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在万众瞩目的 WWDC 25开发者大会上，苹果更新了全产品线的生态系统，包括 iOS、visionOS、tvOS、watchOS、macOS 等。首先，苹果进行了2项统一，命名统一与视觉化统一。苹果全线产品的系统版本号现在全部更改为以年份来命名。本次发布的所有系统将全部以26作为版本号，统一后无论什么设备都可以通过年份来分辨其版本情况。其次，这次最大的亮点不是新硬件，而是一次彻底的系统视觉革新 Liquid Glass 液态玻璃。这是自2013年 iOS 7扁平化设计以来，苹果最大胆的一次 UI 变革。它让整个系统像被一层流动的玻璃覆盖，图标、菜单、窗口都像浸在透明果冻里，会随着光线、手势、滚动、动态变形，听起来很玄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苹果用了一套新的渲染技术，让 UI 元素不再是死板的平面，而是像真实的玻璃一样，能反射、折射、弯曲，甚至能根据环境光自动调整透明度。至于采用液态玻璃的目的，苹果方面称是为了使界面控件变得更轻盈，从而让用户更专注于内容本身。以 iOS 26锁屏为例，时间字体会根据壁纸内容智能收缩，背景根据主角图像自动调节透明与模糊，让用户视线聚焦于重要信息。在 iPadOS 和 macOS 中，侧边栏和菜单栏更像是漂浮窗格，能折射背景，减少视觉干扰。通过模拟玻璃的光学特性，导航栏、图标、小组件等可呈现出光泽流动感，同时保持内容的清晰展示。在深色模式下，它的透明度会自动降低到 35%， 确保文字内容依然清晰可读。全新的 macOS 26系统代号为 Tahoe。macOS 26主要提升在于视觉体验、连续互通与聚焦、游戏同步。全新的 Liquid Glass 设计语言覆盖到小组件、程序屋、菜单栏、控制中心等方方面面。菜单栏和控制中心有更多的自定义选项，可以添加常用的 Mac App， 提供了2项全新的连续互通功能，实时活动与 Phone App。 现在可在 Mac 上的菜单栏中显示 iPhone 的实时活动，并可在 macOS 中进行操作。全新适用于 macOS 的 Phone App 一键拨打、接听电话，并提供了更大的来电显示界面，还可从 iPhone 同步最近的通话、通讯录或留言。Phone App 也融合了实时翻译功能，支持同声翻译。快捷指令可以帮助用户更高效地处理日常事务，例如在指定时间运行、XX App 在执行特定操作时运行等。配合 Apple Intelligent 可通过本地、云计算或 ChatGPT 调用各种 Apple Intelligent 模型，以完成更多快捷指令，比如调用 AI 模型对比讲座的录音与自己的笔记，查缺补漏。Spotlight 聚焦功能进行了全面革新。官方称聚焦功能是运行快捷指令最快的方式之一。聚焦功能可以轻松找到所需文件，并通过 iPhone 镜像功能启动 iPhone 上才有的 APP。 聚焦可以执行数百种操作，例如创建日程、播放博客等。无论当前在使用哪个 APP， 都能呼出聚焦进行操作。可以为某个操作设置参数，例如直接在聚焦上就能发送邮件，只需要填写内容、主题、收件人即可发送一封邮件。
许多 APP 的工具栏项目也可从聚焦上进行调用。官方演示了在 Acorn 中使用聚焦快速更改一张照片色调的操作。为了在聚焦中执行更快的操作，只需要输入简写即可完成操作。例如输入 SM 便是 Send Message，AR 便是 Add Reminder。最后是游戏方面，全新的游戏 App 将整合 Mac 内的所有游戏，引入 Metal 4，为游戏带来新一代渲染技术，支持插帧、去噪等功能。macOS 的游戏阵容继续壮大，官方着重介绍了 InZOI 将登陆 macOS。iPadOS 也迎来了史诗级大更新，简单点来说就是它更像 macOS 了。iPadOS 26主要提升在于多任务处理、文件管理、音视频制作3点。iPadOS 26现在允许用户更轻松地控制、切换和整理不同的窗口，通过右下角的控制柄可以随意调整 App 窗口，对窗口可以随意进行堆叠与摆放，连接键盘盖后还有更精准与清晰的指针。APP 窗口左上方添加了控制栏，可对窗口进行全屏、最小化和关闭的操作。整理窗口时，只需拖动窗口往屏幕一侧滑动，便可进入分屏模式。在窗口左上方的控制栏，还可看到更多分屏选项。通过触控板清扫后，可返回桌面打开所需 APP， 并回到之前的窗口布局。还可快速将所有窗口最小化。macOS 上 APP 的菜单栏也沿用了下来。iPadOS 26的前台调度贴近 Windows 及 macOS， 也可进行外接屏幕进行使用，有利于工作人群的使用。文件管理也是之前平板电脑的一大痛点。iPadOS 26增强了文件管理方面的体验，可以调节栏宽、折叠文件夹，与 macOS 26相同，支持文件夹自定义颜色，并可以添加 emoji， 还可跨设备同步。对于不同文件可以设置默认打开方式，可将文件夹放到程序物中，打开方式就像 macOS 一样。macOS 上的 Preview App 移植到了 iPad 上，更好地对 PDF 文件进行查看和编辑。对于音视频编辑人员，现在 iPadOS 26新增了音频输入选择器，支持 APP 及网页，支持屏蔽环境声提升音频质量。系统级的语音凸显功能，确保无论是哪款 APP 都保证语音的清晰。借助 AirPods 可直接录制录音棚级别的人声。按住 AirPods 的耳机柄，也可操控视频录制的开始和停止。控制中心中新增了本地采集功能，能够从 iPad 本地捕捉到高品质影音内容，并可选择消除其他与会者的音频回声。iPadOS 26新增了后台功能，当执行大型导出任务时，其可在后台进行工作，并在通知栏显示实时导出进度。总的来说，在 WWDC 2025上，苹果在视觉升级上有了重大突破， AI 功能也在逐步优化和拓展，各个操作系统都有针对性的功能升级。未来，苹果产品说不定会在智能化和用户体验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